格林童话的其他故事呢，跟花衣魔笛手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基本是童话或者来自民间传说，唯独这个魔笛的传说是来自一件真实历史事件的改编。这是一个灾难的记录，故事非常惊悚，因为这么大量孩子的丢失本身就很触动人心。如果你已经模糊了，不记得这个故事或者想不起来了，那么就来听听最早的格林童话的版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传说在1284年，一个奇怪的男人出现在德国威希河旁边的小城哈默尔恩。哈默尔恩是一个以磨粉为主要产业的小城市。当时呢，正经历着鼠灾的折磨，大量的老鼠不仅造成了粮食的损失和面粉产业的损害，还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到后来，甚至严重到了危害大家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障。因为后面反反复复的鼠疫带来了哈默尔恩人很多人的死亡。当时这个奇怪的男人穿着用各种颜色布料拼凑起来的上衣，因此他也被叫做花衣男。这个花衣男呢说，只要老百姓肯付钱，他就可以消灭城里的所有老鼠。市民就和他达成协议，承诺只要消灭老鼠，大家就凑钱给他想要的报酬。于是这个自称可以捕鼠的花衣男就拿出了一只笛子吹了起来。没过多久，老鼠们就从所有的房子里跑了出来，围在男人的周围吱吱叫，跟着他跳舞似的来回窜。等到捕鼠人觉得一只都没有剩下的时候，他就吹着笛子从城里走了出去，成群的老鼠也就跟在他的后面。他就这样把所有的老鼠都带到了城外的威希河，自己卷起衣服走进了水里，老鼠们竟然也着了魔似的跟着他。接着所有的老鼠都淹死在了河水里。但是哈默尔恩虽然摆脱了鼠患，人们却后悔承诺要付钱，觉得捕鼠人不过是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纠缠他们多年的老鼠，一定是用了巫术。他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支付。穿花衣服的捕鼠人非常愤怒，当天就离开了市区。到了6月26号这一天的早上，也有传说是到中午，这个奇怪的男人再次出现在了哈默尔恩的市区里。这一次他打扮成了猎人的样子，面容也非常恐怖，他还戴着一顶奇怪的红帽子。在大街上他就吹起了笛子，但是这一回从所有的房子里跑出来不是老鼠，而是一大群4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里面甚至包括了哈默尔恩市市长已经长大的女儿。这群孩子欢天喜地地跟在这个男人的后面，就这么一直跟着，走到了郊区的山里，进了一个山洞以后，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传说当时还有一名小保姆抱着婴儿远远地跟着，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他马上跑回城里，告诉了城里大人们发生了什么。爸爸妈妈们就从各自的家里跑了出来，母亲们发出悲痛的呼喊，哭倒在地。人们从海上、路上各个方向派去使者，自己也到处寻找，不断找寻各种线索，但是一切都徒劳无功。就这样，一共130个孩子就这么消失了。也有人说有2个孩子后来回来了，一个是盲人，一个是哑巴。盲人指不出地方，但能说出自己是怎么跟着乐手吹笛人走的。哑巴能够指出地方，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还有一名少年，因为只穿着衬衣就跑了出来，于是就急着跑回拿上衣服，幸免于难。因为他再想回去的时候，所有的孩子早已消失在了山洞里。还有人传说，孩子们穿过那个山洞以后，出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地面。特兰西瓦尼亚现在位于匈牙利东部的山地，也有人说位于罗马尼亚。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吸血鬼城堡德拉库拉的所在地。这些孩子就像穿过了一个地底下的时光隧道，直接从哈默尔恩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孩子们跟随吹笛人在广场前走过的那条路通向市政大门，从那一天开始，那条路就被叫做无声街，以纪念这130个孩子失踪的悲惨故事。直到今天，那里也禁止跳舞或者演奏任何乐器，即便是当地的婚礼队伍从教堂出来，一路上演奏音乐的乐手也必须在这里停止奏乐，安静地通过。孩子们消失的那座山叫科彭贝格，哈默尔恩人还在山的2侧树立了2座十字形的石碑，把这件事情他们也记录在城市的登记簿里。
官方也在市政厅上刻字记录，市长还命人把这个故事画在了教堂的窗户上。以上就是格林兄弟记录在德国传说里哈默恩孩子的故事。和其他童话故事不同的是，格林兄弟还在这个故事的后面附上了10多条参考文献，以表明他们是用详细严谨的态度记录了这个故事，也说明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因为没有人不会被130个孩子失踪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感到揪心。不过格林兄弟在1861年记录的这个故事是晚于真实事件发生的500年以后，而且哈默恩的孩子们失踪，以及哈默恩的鼠灾、捕鼠人、吹笛手和民间乐手，他们其实是几个独立的故事，不过他们之间互相关联，但是他们同样发生在中世纪。那个时代，中世纪鼠疫泛滥，流浪艺人到处卖艺，孩子们的死亡率也很高。这130个孩子失踪的真相，多年来也是很多人在研究和追查的。关于孩子失踪的真相呢，有25种说法，甚至猜想。那么比较多见的呢是这几种，比如说舞蹈阵儿童十字军，作为犹太教仪式的祭品被杀掉了。跟随假的腓特烈二世走了，从悬崖上落入水中溺亡，或者是死于地震的山体滑坡，被修道士诱拐到修道院，跟随狂热的鞭打苦行僧一起消失了。还有说被盗贼拐走了，或者说在1860年的泽德门德之战中战死，作为碎石实习工被送到波西米亚或者特兰西瓦尼亚，死于类似鼠疫的疫病，移民东德，以及圣约翰级的遇难说等等等等。那么哪几个假说是比较多得到肯定的呢？第一个就是橄榄鼠疫。哈默恩这个地方呀，其实是主要依赖水车来磨粉作为生计的。到现在为止，磨盘和水车模型都是哈默恩这个城市的旅游纪念品。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鼠害总是先从谷仓开始的，那么以磨粉作为主要生计的哈默恩来说，也就更容易出现老鼠的问题了。非常多的老鼠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和大家争夺着珍贵的粮食，加上间歇性的饥荒，时不时分地之间的斗争，死于贫困和饥荒的孩子数不胜数。同时鼠灾也带来了恐怖的鼠疫，同样带来了大量孩子的死亡。所以我们猜想哈默恩这130个孩子的消失，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孩子死亡率的掩盖吧。传说在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期间，在1512年的黑死病记录中，哈默恩确实有1400人死于疫病，而且可能其中400人都是孩子。这样的鼠疫反反复复的发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在哈默恩消失，所以这130个孩子失踪的惨剧，也许就被猜想可能是鼠疫带来的。故事里的市民们拒绝支付给捕鼠人该拿的钱时，黑死病也正在欧洲四处蔓延。当孩子们被吹笛人带到山里消失的时候，其实也是中世纪的普通人对于被带往死亡国度或者地底下的一种形容吧，因为孩子们是穿越地底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哈默恩的无声路不让唱歌和跳舞，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送葬队伍一次次的通过而得名，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第二种消失来自于泽德门德之战的说法。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失踪的故事发生在德国的哈默恩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默恩市的前身它其实是个修道院，并不是一个城市，因为最早修道院拥有哈默恩周边的大片地区，当时这个地区只是一个拥有水车的固定地区，它定期有卖面粉的集市而已。到了1235年呢，艾弗斯坦家族控制了这个城市，郊区修道院的院长呢，也开始由这个家族的人担任，哈默恩也开始几乎独立了。1260年前后一直对哈默恩放任不管的上级富达尔修道院，突然在没有任何协商和提早告知的情况下，向更上级的科隆大主教报告了要把哈默恩市的分组改为明登主教，而且还得到了科隆大主教的认可和授权。但是哈默恩市和他的实际控制人埃弗斯坦家族完全不接受，所以在1260年的7月28号，明登主教直接向哈默恩宣战了，要求执行大主教的授权，拿到属于他的分组。在这次泽德门德之战里面，哈默恩很多年轻人在市政大厅前的广场上战死了。
在广场上的婚礼之家的墙壁上有泽德门德之战的纪念碑，作为战死者的纪念。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一个吹着喇叭的年轻人，人们说这就是这个吹笛人的原型。吹笛人这个词语到现在也是欧洲用来形容领军人物或者叛逆者的用词，历史原因也许就在这里。第三种说法说孩子们失踪是因为东德移民说。移民说也是孩子们失踪的一个主要推断，因为在12到13世纪，德国的东向移民运动，也叫日耳曼东扩运动中，西欧很多的村庄都有不少农民在移民代理人的带领下，从村里出发，三三两两的前往波西米亚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等地区。那个时代，东德新的村庄建设好以后，一般会有一个移民代理人成为首位村长。他们负责在西德各地招募新移民，移民来到新的村庄以后，可以无偿获得第一年种地用的种子和2-3头牛，而且据说在东德资金购买力更强，大家可以用自己带的钱，就算不多也能够在这里用好一阵，而且土地的费用都是以预付金的形式由企业家支付的。新的移民只要携带几件家具、一些新的工具，就可以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了。在新的村子里，那些新开垦的土地通常几年内都是免租金的。在这样的优越的条件吸引下，西欧很多村庄里的年轻人就会比较容易相信移民代理人的话，而前往东方去过他们向往的生活。可是相比之下，在哈默尔恩市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可以耕种的土地也越来越少，加上城市严格苛刻的行业规则和阶级制度，让很多普通人都没有机会做小生意，也没有机会进入门槛很高的行业里学技术，加上又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也不能获得市民身份去找工作，这让哈默尔恩底层的年轻人早就意识到自己就算成年也不可能有能力去拥有新的家庭或者独立生活。哈默恩很多贫困的家庭维持不了3代就会消亡，加上鼠疫的危害、饥饿、贫困的折磨，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会一直有人口外流的情况发生。虽然市政府在很努力地吸引外来的农民进入城市，给他们机会成为新的市民，但是本地的年轻人在哈默恩还是变得越来越难存活。所以传说在1284年的6月26号上午，65对新人，也就是130名青年男女，在集体婚礼的仪式结束后，就一起成群结队地穿过无声街，其实是在移民代理人的带领下，从东门走向科彭，在卡尔瓦略附近和他们的父母告别后就消失了，开始去往遥远的特兰西瓦尼亚。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很好的地理概念，能够知道的最远的地方也就意大利，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家乡村落以外的地方，加上交通和通信都不方便，这一次分开远隔千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和失踪了一样。后来经过考证，在捷克东部的小国家摩拉维亚首都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人们发现一个哈默尔恩村，大家推测就是这130个年轻人移民东德以后定居的村庄，不过现在那里已经重新成为森林了。提出东德移民说的这个假说的学者叫维恩，他的父母就出生在过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亲戚也大多来自东德。不仅维恩，很多东德人的祖先也是东向移民时期由移民代理人率领离开故乡的村庄来到这里定居的。第4种孩子们消失的传说叫移民遇难说。这个说法也和移民有关，只是结局是遇难了。1284年6月26日，斯皮格尔贝格伯爵的家谱曾经有过记录，说这位伯爵带着130个市民从哈默尔恩市朝着波曼恩方向前进，也是为了寻找新的土地来建立新的城市。但是7月7号，这个伯爵和2个弟弟一起还出现过，但是7月底他们从海路前往德意志骑士团国家所在的普鲁士的时候，但是他们所搭乘的船却一直没有再出现，比较大的概率是遇到海难了。这艘船据说是13世纪汉萨商人使用的那种船，它长约29公尺，宽7公尺，深3公尺，使用了1到3面船帆，大约可以装载140吨到300吨的货物，或者400名人员，完全装得下130名一起失踪的年轻人。据一名圣约翰骑士团的团员
在吕根岛上居住的科法因回忆说，自从7月22号那天看到伯爵的船只经过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是一种失踪的说法。第5种说法，孩子失踪就是跟十字军有关，以及游行的盛行。大概在1212年的5月，也就是哈默恩的孩子失踪的那个年代啊，一名出生在法国的牧羊少年史蒂芬对法国国王，当时的国王腓力二世说，他说基督出现在我面前，要我赶赴十字军的行列。当然腓力二世并没有搭理他，但是这个孩子啊，却在见完国王以后四处传播传说。不久以后，他就召唤了将近数千个少男少女，甚至还有年轻的神职人员与朝圣者。有人甚至夸张地说，这个孩子当时聚集的人有3万之多。这些少年少女一路走到马赛，还在那里搭上2名商人的运输船，之后便下落不明了。13世纪的作家有记录说，这些孩子被商人带去了突尼斯，在途经圣彼得罗岛的时候呢，不少孩子遭遇了船难丧生了，其余活下来的到了突尼斯后被当作奴隶卖掉了。在有些故事的版本里，也有人说孩子们在到达海边之前就已经因为饥饿劳顿而死去，这是发生在法国的十字军的故事。同一年，德国也出现了儿童十字军的事件，当时是记录说科隆有一名10岁的少年尼古拉斯自称摩西，四处劝说大家行进十字军远征。他也集结了许多少年少女，分成2队越过阿尔卑斯南下。同年8月到了热那亚，根据热那亚的编年史作者所述，尼古拉斯的队伍有数千人，除了年轻人也有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有一部分是随身看护子女的父母。在热那亚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离开了队伍，剩下的孩子因为不够资金搭船，被热那亚当局命令离开，于是呢在后边就下落不明了。也有些人被劝说返国，德国的十字军远征也就此夭折。很多孩子把长距离的出游当作十字军远征，非常向往可以去外面的世界。当时哈默恩那片地区的孩子也不例外。据说在离哈默恩东南方大约200公里的埃尔夫特，在1237年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夸张的说有1000多个孩子一路唱着使徒差遣我的圣歌，然后还忘我的跳着舞，一直到了14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后在精疲力尽后一个个倒下。后来得知消息的父母急忙赶了回去，用货车把孩子们带回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德国的圣约翰祭，也就是6月24号那一天，本身就是日耳曼民族色彩最浓重的节日。在这一天，德意志所有的村庄都会点起萤火，人们不分男女的聚在火焰旁，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这个节日啊，有点像我们万圣节视频里讲过的那个凯尔特人的火节。在这个节日，贫苦的大人和孩子在这一天都会大口吃的平时吃不到的美食，也会变得特别放松，缺少自律。那么孩子们也会进行忘我的舞蹈，然后呢，把自己平常的苦闷彻底的发泄出来。也许是生活太苦闷太艰难了，大人们在这个时候呢，总是自己玩得过了火，会忘记孩子们。而没有看护的孩子们遇上祭典的热闹气氛，会比大人还容易亢奋激动，很容易在游行中停不下队伍，做出危险的举动。欧洲历史上曾经有成群的孩子跳舞跳到停不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也有人猜测是患上了舞蹈症，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讲到过，红舞协里有一个关于舞蹈症发作的事件。在中世纪医学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就有人把跳舞停不下来的舞蹈症说成是女巫的诅咒，患者被施行了魔法。哈默恩的130个孩子失踪的故事，每一次的记录和后面的传播都在被重新的修改，但是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死去。最早捕鼠人的版本里说，哈默恩孩子的失踪是因为捕鼠人的报复丢失了孩子，而市民传播的版本里是答应给捕鼠人支付酬劳去违约的是当时的市长，最后言而无信，承担恶果的却是整个城市的130个孩子。这也是城市底层老百姓对政府和当局的不满、绝望和无助吧。不过还有一个恐怖的论断，说这130个孩子的失踪是另一种真相，那就是孩子们被杀害了，作为宗教仪式牺牲的祭品。在《基督教古代的秘密》这本书里面，作者说哈默恩失踪的130个孩子实际上是被杀害的。他们在6月26号那一天，圣约翰祭
当中被当作献祭的牺牲品。作者道默认为，从古至今，用人生来献祭、牺牲的秘密仪式一直都是基督教教义的中心。他以此为出发点分析这则传说，认为德意志鲁道夫一世在位期间，每座城市都要献上100名以上的孩童作为牺牲。哈默尔恩的孩子也被当作牺牲品埋在附近的山上。换言之，他认为孩童是被杀害的。圣约翰祭就是献上牺牲的祭典之日。至于为什么会晚于这一天才举行献祭仪式，是因为担心市民们的抵抗和反对。道默甚至还十分仔细地描述了杀害孩子们的场景。吹笛手在村子里漫步，恐怖的气氛跟随着圣职者一起。他的笛声宣告双亲与孩子别离的时刻即将到来。市长克雷路波也将自己的女儿献出作为祭品。只有残废的孩子因为不适合当作牺牲，所以被留了下来。其他孩子都被带到洞穴里加以杀害，头颅并排在地上，他们的头颅将担负起守护这个地区的职责。这种献祭仪式每年都会举行，只是以前通常都是每家献出一只老鼠作为孩子灵魂的替代品。但是在1280年的那桩恐怖事件之后，这个习惯改变了，改用实际的孩童作为牺牲。不过在哈默尔恩的吹笛手传说流传的几百年时间里，吹笛手和孩子也被赋予了某种象征地位。哈默尔恩的吹笛手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词语，正面上可以被称为引领者，负面上呢又是诱惑者的象征。而且哈默尔恩的吹笛手还有一个就是成为捕鼠人。歌德在他的代表作《浮士德》里面也把捕鼠人当作一个诱惑者或者是煽动者的代名词。在后来的德国政坛上也常有人给对手贴捕鼠人的标签，这是一种讽刺。走到今天，哈默尔恩的孩子和吹笛手的这些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个童话了。有经济学家说，用这个吹笛手来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私人的老板吹着纽约广告界麦迪逊大道提供的魔笛，扮演了崭新的哈梅恩吹笛手的角色。跟在他们后面的成群的年轻人，一边把钱币弄得当当响，一边争先恐后的追逐流行趋势，但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跟在谁的后方，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去向何方。这样的描述像不像我们工作后用自己的收入盲目的跟随广告或者媒体去消费、去买东西，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适合什么和喜欢什么的现状呢？中世纪不仅有女巫的传说，也有吹笛人的魔法。有关老鼠的传说也一直非常盛行。故事里不是被老鼠生吞，就是战胜鼠患。日本研究吹笛手的故事以及以此为灵感的故事，电影创作也不少。1995年有一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日本动漫《美少女战士》的剧场版，就是以魔笛手诱拐儿童为主题的，叫剧场版《美少女战士》。还有横沟正史的金田一杀人事件，恶魔吹着笛子来。中山七里的哈梅恩吹笛人的诱拐，以及著名历史学家阿部井野的哈梅恩的吹笛手，等等等等。在台湾，花衣魔笛手也作为教材出现在初中和高中的书本上，家喻户晓。今天我们回顾了哈默尔恩130个孩子集体失踪的传说，重新去看这个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和各种假说和论断，才会真正理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在几百年来这么打动人。是孩子们的失踪牵动人心，还是历史的残酷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在？传说中也有历史，历史的真相胜过我们看到的影视剧的一切剧情。就如德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生活确实可能十分恶劣、残酷而短暂。这类故事通常也具有很强的教化意义，而且这些诡异的童话、暗黑故事的背后，也许就埋藏着远去的历史。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点亮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